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小玉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这里是 Chinese Podcast Zone， 我们用最简单、最友好的中文陪你一起慢慢进步。小新，今天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学中文的同学最怕的事情是什么？最怕的事情，怕汉字太难，还是怕声调？这些都怕，但是有一件事几乎每个同学都跟我们说过，就是单词记不住。啊，这个我太熟悉了。前几天有一位同学给我们留言，他说我每天晚上抄单词，一个词抄10遍，写到手都酸了。可是第二天早上一看，忘了一大半。然后呢？然后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，看得我心里很不舒服。他问我是不是特别笨？哎，看到这句话我真的很心疼，因为他已经这么努力了，还在怀疑自己。对，而且我敢说，正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。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就好好聊聊这件事，为什么单词总是记不住，记不住的时候应该怎么办。如果你也有一个越来越厚的单词本，也有过背了就忘的痛苦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为你做的。听完今天的节目，你会得到2样东西，一个轻松的心情和4个好用的方法。好，带上你的耳朵，我们出发。小新，我想先说一句可能让大家吃惊的话，忘记不是坏事。等等，忘记不是坏事，同学们这么努力就是为了不忘啊。我知道，但是你想一想，大脑为什么会忘记？因为大脑每天要接收的东西太多了，它必须做选择，哪些重要留下来，哪些不重要先放到一边。也对，要是什么都记住，脑子早就装不下了。昨天中午吃了什么，路上看到几辆车，这些都记住，人会疯的。哈哈，对，所以大脑有一个很简单的规则，只见过一次的东西可能不重要，先放一放；见过很多次的东西一定重要，好好留住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所以一个单词忘了，不是因为你笨，是因为大脑觉得这个词我才见过一次，先放一放吧。就是这样，忘记不是失败，忘记是大脑在正常工作。这句话真的可以让很多同学放松下来。而且还有更好的消息，当你忘了一个词，后来又见到它，再记一次，这个时候记忆会比上一次深得多。也就是说，忘记，再遇见，再忘记，再遇见，每一次这个词都会在你心里留得更深一点。对，这才是记忆真正的样子，它不是一条直线，它是来来回回的。就像走路，走3步，退1步，看起来慢，其实一直在往前走。说得真好，所以问题从来不是我怎么才能不忘记。对，真正的问题是我怎么才能跟这个词多见几次面。这句话就是今天整期节目的钥匙，我们再说一遍，别想着不忘记，想着多见面。小玉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想到一个比喻，记单词是不是很像认识新朋友？哎，你说说看。你去一个聚会，认识了10个新朋友，第二天你能记住几个名字？说实话，2、3个吧。对吧？但是没有人会说我真笨，记不住朋友的名字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只见一次面，记不住名字太正常了。是这样。可是同一个人，你见了3次、5次、10次，你不用努力，自然就记住了。他的名字，他的声音，他喜欢什么，你都知道了。这个比喻太好了，单词就是朋友，见面的次数比每次见面用多大的力气重要得多。所以一个词抄10遍，其实就是跟一个朋友第一次见面就聊了10个小时，很累，但是没什么用。哈哈，对，不如分开见10次，每次几分钟，很快就熟了。记住这句话，学单词不是抄写比赛，重复遇见比用力抄写重要得多。对，你和一个词见面的次数越多，你们就越熟，想忘都忘不掉。好，道理清楚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具体怎么做才能和单词多见面。一共4个方法，一个比一个轻松。第一个方法，别记单词，记句子。别记单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别让一个词自己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
给它一个家，这个家就是句子。你举个例子。比如热闹这个词，如果你只记热闹2个字，很容易忘。但是如果你记一句话，过年的时候家里很热闹，你看马上就有画面了，过年一家人说话的声音，笑声。我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，记住了这个画面，热闹就跑不掉了。对，大脑不喜欢记孤单的词，大脑喜欢记故事和画面。所以第一个方法是每次遇到新词，把它放进一个句子里记，最好是跟你自己的生活有关的句子。没错，比如你喜欢吃饺子，就记我家楼下的饺子店每天都很热闹，跟你的生活有关，就更忘不掉了。还有一个小提醒，句子不用长，也不用难，短短的一句，有画面就够了。对，我们要的不是漂亮的句子，是忘不掉的句子。那第二个方法呢？第二个方法，常见的词优先。什么叫常见的词优先？中文的词很多很多，但是日常说话最常用的也就1-2千个。这些词你每天都会遇到，就像住在你家旁边的邻居。哦，我懂了。先跟邻居做朋友，因为你们天天见面，想忘都难。对，而那些很少用的词，就像住在很远的地方的人，1年才见一次。你现在花很大的力气记它，过几个月还是会忘。所以，如果一个词你在很多地方都见过，那它就值得好好记。如果一个词很难又很少见，那就先放过它，也放过自己。说得好，我们的力气是有限的，要花在天天见面的词身上。这里我想替同学们问一句，那考试里的难词怎么办？有的同学要考试不能不记啊。问得好，要考试的同学可以把难词分成2半，考试常出现的用今天的方法好好记，很少出现的考试前看几遍就好，别让它天天消耗你。对，别让一个很少见的词用掉你1半的力气和心情。第3个方法，让我猜猜，是不是要多听多看？对，但是我想换一个说法，让单词自己来找你。让单词来找我，这个说法有意思。你想啊，如果你每天听中文播客，看中文视频，那些最重要的词就会一次又一次自己出现在你面前。今天在这个故事里见到它，明天在那个对话里又见到它。每见一次，记忆就深一层，而且你什么都不用安排，它自己就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多听多看是最舒服的记单词方法。你不是在背单词，你是在生活里一次一次遇见它。就像我们的节目，你每听一期，其实都在跟几百个词见面。有的词你今天没记住，没关系，下一期它还会来找你。对，它跑不掉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到那位留言的同学，他每天抄10遍单词，其实只要把抄写的时间拿出来，听一期节目，看一个小视频，效果会好很多，人也开心很多。是的，方法对了，学习就不用那么苦。那第4个方法是什么？第4个方法可能是最重要的，忘了就忘了。哈哈，这也算方法？这真的是方法，而且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方法。很多同学每忘一个词就难过一次，就怀疑自己一次，这种难过特别消耗人，学2个月心就累了，就不想学了。是，压力太大，最后把学中文这件事都放弃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损失。所以你要学会跟自己说，忘了很正常，下次再见就好。你和这个词的缘分还没到，多见几次，缘分就到了。缘分还没到，哈哈，这个说法我喜欢。而且我们前面说过了，忘了再记住的词比一次记住的词留得更深，所以每一次忘记其实都在为下一次的记住做准备。这样一想，忘记就一点都不可怕了。记住这句话，学语言不是比谁不忘记，是比谁不放弃。轻松的人才能走得远。说到复习，很多同学一听复习这2个字就头疼。其实用今天的方法看，复习一点都不苦。哦，怎么说？复习不是再学一遍，复习就是再见一面。今天见过的词，过2天再见它一面，看一眼，想起来了就够了。
见一面就走，不用坐下来聊2个小时。哈哈，对，所以复习可以特别短，睡觉以前把今天的句子看一遍，2分钟；周末把这个星期的句子看一遍，10分钟。2分钟的见面，坚持下来，比周末2个小时的苦读有用得多。没错，见面这件事，次数比时间重要。小玉，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吧。我说几个词，你来做句子，让大家看看给单词一个家是什么样子的。好啊，来。第一个词，马上。我的猫一看到吃的，马上就跑过来了。哈哈，画面感很强，一只跑得飞快的猫。第二个词，安静。晚上的图书馆特别安静，安静的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哦，这个句子有点美。最后一个，习惯。我习惯每天晚上听着播客睡觉，不听就睡不着。哈哈，希望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不是为了睡觉啊。你看，3个句子，3个画面，这样记词是不是比抄10遍开心多了？开心多了。而且我发现，你的句子里全是你自己的生活，你的猫，你的晚上，你的播客。对，这就是重点。别人的句子是别人的，你自己的句子才真正属于你的记忆。正在听节目的你，也可以试试，今天学到的任何一个词，用你的生活做一个句子。明天你再想起它的时候，你会吓一跳，怎么还记得？哈哈，到时候记得回来告诉我们。不过小玉，我还是要替同学们问最后一个问题，有的词真的见了10次还是记不住，怎么办？这种词每个人都有，很正常。就像有的朋友就是慢热，要认识很久才熟。那对这种慢热的词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吗？有，给他写一个你自己的句子，越好玩越好，越夸张越好。比如呢？比如你总是记不住迟到这个词，你就写我的猫每天早上9点叫我起床，因为它不想让我迟到。哈哈哈，猫怕你迟到，太好玩了，我一下就记住了。对，好玩的东西大脑舍不得忘，无聊的东西大脑第一个丢掉。我再送大家一个小办法，把这种词说出来，用在跟朋友的聊天里，或者写在我们的评论区里。用过1次的词比看过10次的词记得更牢。没错，用1次胜过看10次。所以那些最难记的词反而是最好的机会，它在等你，用一个好玩的句子跟它做朋友。好啦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今天的节目又要到尾声了。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。首先，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忘记不是失败，忘记是大脑在正常工作。对，别想着不忘记，想着多见面。然后是4个方法。第一，别记单词，记句子，给每个词一个家，最好是跟你的生活有关的句子。第二，常见的词优先，先跟邻居做朋友，很少见的词先放过它，也放过自己。第三，让单词来找你，多听多看，让重要的词一次一次自己出现在你面前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忘了就忘了，下次再见。每一次忘记都在为下一次的记住做准备。还有那个小秘密，复习不是再学一遍，复习就是再见一面。2分钟的见面胜过2个小时的苦读。最后，请记住那个比喻，单词是朋友，见面的次数多了，自然就熟了。所以别再因为忘记而难过了，你不笨，你只是还没跟他见够5次面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一起学中文的朋友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哪个中文词你觉得最难记，我们帮你想一个好玩的句子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见，拜拜。